个是一个悖论，知道的越少，越不会学中文的人，你从第一天就开始，因为母语者会很尴尬。你那个时候都没有中文母语者跟你练习。没错，我从班里的最后一名到第一名。大家好，我们今天请来采访的这个对象呢，其实是通过我的发音课程认识的，了解更多他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包括他学习中文的很多经验啊或者教训，所以今天特别请他过来啊，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先请史安达同学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大家好，我叫史安达，然后我今年23岁，我已经学了中文2年半，我是在国防语言学院学的，所以我以前是空军，但是我已经退伍了，所以现在的话，我在尝试当网红。加油！刚开始的时候，我做的比较不好，然后就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学会怎么学会一门语言。过了1个月，我的这个老师告诉我，我的流利度是比较好，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做影子跟读，但是他说我的这个发音是很不好。我的声调是很不好，所以我买到范老师的课程，然后对我很认真的学了他的课程，然后我尽量模仿他的声音，不是读这个词，慢慢的我的发音进步了，然后从他的课程单词到句子到英字跟读一个很大的一个段子或者是一个脱口秀，然后我觉得我的进步是很大的，然后我说真的非常感谢你。哇，太高兴了！没有什么比一个老师听到这样的话更高兴了，就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学生。首先就是说一说你在国防语言学院的这个课程，那个 DLI，我去过一次。真的吗？对，就是有一个那边的老师联系，然后我跟我老公就去过一次。国防语言学院本身它这个中文课程或者语言课程也非常有名啊，有它的特点，还有它的历史。那你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在那边是怎么上课的？一周上几次？然后你们都有什么课？这些？我们每天会去上课，每天6节课。我们所有的这个课程会围绕一个课本，然后昨天晚上要预习这个课本。这个课本会有很多的这个生词，然后很多的语法点。第一节课就是我们会复习这个课本，分析这个课本的细节，比如说在我们的阅读课或者是听力课，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段子，然后这个段子会有这个课本里用的语法点或者是词或者是什么，而他们会用这个方法巩固我们的知识。其实语言你就是需要不停的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一直看到这个词或者这个语法点，这样你才能真的了解怎么用它，然后才能真的记住。你们有阅读课，有听力课，还有什么课吗？口语课？我觉得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口语课，但是后面的部分没有，就是听力或者是阅读。我们还有一个口语的一个考试，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考试是比较不重要，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不会重视发音，在刚开始的时候会花1个星期，就是让我们拼音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听说以前他们花了1个月，就是找拼音。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或者是空军的这个领导领导？人说，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放在这个发音这个因为是中文啊。任务上？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最终的工作不是很重要，所以他们缩短了。这个是为什么我的这个发音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不好。我就想说，我只学中文1个月，然后买到你的课程，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习惯。这个是一个悖论，你知道的越少，就是你越不会重视发音。To build strong habits for your mouth muscles and prevent wasting time and effort correcting bad habits later, my 12-week Find Your Mandarin Voice Pronunciation Bootcamp provides everything you need. Sign up today before it's too late.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不我起。也同意，我也同意。我真的希望，
学中文的人，你从第一天就开始好好练发音、练声调，因为对。后面真的会省掉太多时间跟你的精力。很多人，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会说：“我怎么可以记得这么多声调？”嗯我也有这个看法，嗯但是我开始有一个标准，就是我在复习显卡的时候，要知道它的声调。过了可能1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就是嗯你的脑子会习惯、会适嗯，应。然后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对，你要经过这一段时间，对，或者不相信，但是其实我们的对对大脑对。是会习惯的，会适应。那说回到你这个 D2的课程，你在那儿一共学了多长时间？几十个星期是不是？64个星期，然后我们有一个期末的考试。我从班里的最后一名到第1名，因为我比啊，较痴迷学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意思呗，就是真的有兴趣。哦，我可以说，尤其是中文的这个音乐感，对，我觉得中文音乐感让我的发音进步的最大。嗯，因为我在影子跟读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说。我觉得中文是一个比较跟英文很不同的一个语言，对英文母语者来说听起来比较奇怪。我觉得很多美国人或者是英文母语者会很尴尬，嗯。说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用这个作为一个挑战，我想听起来很奇怪。我就问我追求的女孩儿，我说你买什么？她说你猜。说你买什么？她说你猜。对，还有点东北口音。我喜欢，我特别喜欢。哦，这个还是一个我找到一个李雪琴的一个啊，脱口秀的一个段子，叫《宇宙的尽头》。我真的听这个段子听了可能500遍。如果你听一个段子这么多，你真的会听清楚每一个音是怎么发的。很多人都觉得你要花费很多的精力，让你的发音做得更好。我觉得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要做刻意练习，但是你的脑子会做大部分的工作。对，你只是需要花那个时间去做到那对，些事情。你对，不需要觉得我的进步很慢，你要嗯。找到你喜欢的一个点。你说你听那个脱口秀听了500遍，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学英文歌，就是你把它当成一首歌去学，不停地听，不停地去跟着对，它说，跟着它唱，很自然的会听清楚更多。这个是我嗯，的理论。我们有一个常识，小孩子可以很容易的学会一门语言，但是对，我觉得大人也可以，但是他们不会像一个小孩子学习一门语言，他们对，会分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语法点怎么用。嗯，一个小孩子就会看一下一个段子，然后看可能500遍，然后他们的脑子会处理，然后嗯，他们会无意识中知道这个语言的细节，这个语对。言的是怎么用，然后他们可以比较自然的用。就是成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像孩子一样真的 immerse，对吧？沉浸在那个语言里面。因为你可能一天对，像小孩子一天好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一直在不停地听，但是成人很多人没有那个时间。对，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 mindset，就这个心态，就是也是跟孩子不一对，样。孩子他不是有意识的学，对，但是成人会很注意啊，就是会觉得啊，我现在在学习一种语言，然后我应该怎么嗯，样。对，这个整个的状态也很不一对。样。刚开始在这个国防语言学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一个班里有多少学生，就是你说你是最后一名是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18个学生，我们可能会分到3个组，所以可能一个老师会有3到6个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们有差不多13个学生，可能5个没通过。那你说第一次那个考试你是成绩比较差，但是你学了1个月的时候是吗？可能2个星期，在国防语言学院内容是比较多，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期中考试或者是一个单元考试，每一个2个星期，压力很大。对，那你第一次考试就是成绩不太好，那你马嗯，上就开始改变你的学习方法吗？其实在这个时候我比较
自大，我就是觉得我很聪明，所以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努力，你知道嗯吗？我每通过这个考试以后，觉得这个是个转折点。你要知道，我参军不是因为我想参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聪明，但是我嗯缺乏自律，是为了学会一门语言。因为我觉得学会一门语言会改变我，会让我有更多的习惯，会做一个更好的人。要么成功，要么去住在我的爸爸的地下室。在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学长，他是在第3个学期，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生，然后嗯，他写中文学习者的指南，在这个指南里面有你和 Will 的这个采访，真的啊？然后哦，我都不知有道啊，谢谢这位同学，几位同学给我介绍你，然谢谢谢谢。后也有Matt vs Japan 的这个 Why You Still Can't Understand Your Target Language。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道理。我看到 Will 的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怎嗯，么可以学会中文？他也是一个医学的学生，所以我把他作为我的目标。然后每一啊，天早上我会听你和他的这个采访，真的。怪不得我那个视频的观看量那么多，原这是我来原来有人每天都在看。每天早上我会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可能4点会起床，然早晨后4点起就是早上4点，然床，哇，后晚上8点会睡觉，太然后健康了。在这个时候我会马上开始听中文，不在乎是什么，就嗯，是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听中文，然后我会去健身房做冥想，做什么什么什么。洗澡以后，我就是试一试把我的耳机这个放在我的耳朵里，然后因为戴着耳机，所以耳朵感染了。哦，所以在更衣室，我会比较小声的播放你和我的这个采访，然后一个啊，老师会每天就是鼓励我说，我的学生不没有你那么努力，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对。那你自己真的在学习和练习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什么你的方法，或者开始用什么嗯。新的方法？最减小我的压力，就是做这个 flip classroom 的概念。翻转课堂，就包括我的课程，其实很多都是翻转课堂。每一个周末，我会把这个我所有要学到的这个课文制作出来一个预习课文的一个方法。其实先把这个课文放在谷歌翻译里，然嗯，后读这个英文的版本。如果我没有懂一段，或者是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语法点，我有上下文，所以可能我可对，以更好的可以猜可以大概是猜到，对，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读的时候，我会把每一个我不知道的词放在 Plego 里或者是什么。嗯，我觉得刚开始时候，我写一个翻译，然后嗯，不会用英文的语法，会用中文的语法，所以啊，我会有一个中文版，然后一个英文版，是按照中文句子的那个词的顺序是吧？嗯嗯没错。嗯然后把每一个你不知道的词放在 Plego 里面，然后这个词还是在你的脑子很熟悉的时候复习这个词，不需要真正的让你自己知道这些词，但是你可以就是看一下这是怎么说，这有什么意思啊？然后每一个文会有录音，这个是至最重关重要，是要啊，一边听中文的录音，一边看英文的文稿，就是一直到你可以懂，嗯嗯嗯因嗯为这个录音应该是正常的速度，然后一边听中文的版本，一嗯，边听录音，一直到你可以懂，然后看一下这个显卡，然后你还是不需要很认真的学习，就是可以复习一下。嗯嗯嗯所以你应该可以一边听一边看，你可以懂，嗯。然后你会做影子跟读，就是非对，常科学、非常合理的一个过程，就是肯定是先练输入。这个输入其实我们也分两个方面，对吧？如果是中文的话，一方面是那个声音你得熟悉，另外一方面你要看那个汉字，
这两方面都要练习。所以我觉得你那个设计的非常好。最后一个，我觉得其实是对你的输出最有帮助的一个是总结，就是嗯用你自己的话总结，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和这个课文有什么不同的语法点，你用的词是什么，是不自然或者是不同的，然后嗯。你可以比较一下。非常好，非常完整的一个从输入到输出的练习的过程。可能很多人会提到影子跟读这个学习嗯嗯方法，但是其实这个方法也只是你是在说别人说的话，它还不嗯是你自嗯，己真的去用你的知道的词和语法去说你自己的对想法。所以对最后一对对，步，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我们要说我自己想说的话。那你怎么把你嗯嗯脑子里所有那些词、那些语法，就是真的正确的、清楚的用出来，那个其实是最后我们需嗯，要练习的。然后那个其实也是我每年夏天会做的，有一个口语训练营，想帮助大家做好，的。因为很多人现在在网上，你可以看很多视频，你可以听很多，但嗯是你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练习，这个嗯说的练习够嗯不够？其实我觉得很多嗯。人可能差最后这一点练习。然后我嗯觉得你嗯嗯，前面说的很特别的一个练习的方包括面，你说你会一边看这个英文的版本，它是按照中文的那个语序，对吧？中文的那个词的顺序写出来的，但是是英文。然后嗯同时你是在听这个中文的课文，这个我觉得嗯其实挺特别的，因为其实你在把这个中文的声音跟英文的意思，就是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这个其实我觉得很聪明，比较少听到人会这样去做。你就是好，谢谢谢谢。每天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或者每个星期都按照这个顺序去准备。对，但是可能第二个学期或者是第三个学期，我不需要做的太多。我在翻译的时候，就是会把它放在谷歌翻译，然后不嗯需要真正的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就是可以看一下它大概的意思，然后不需要做每一步，花了6个月，我还是用基本的嗯这个策略预习我们所有要学的课，而要嗯，学的内容。明白。那你大概过了多长时间，你发现你这个考试的成绩，或者就是你在中文课上的表现开始变化很大，变得很好，很快，很快？因为上课以前你真的已经把握这个课文，你可以用上课的时间来复习，对，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做得嗯嗯，好。每次考试会95分以上。对，哇，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很自大，我知道写字花费很多的努力在做这个在做这个事情。如果我用暗记来学到每一个词，嗯，我不需要写字，然对后我可以用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有限的时间，所以我用这个时间练习发音，对。来做影子跟读，来做你的课。在第一个学期阅读的考试里会有15分是写字，我的真正的阅读的成绩可能100100分，对，但是我的这个写字的成嗯绩是0分，嗯，啊，所以我的阅读的成绩是85分。学校是要求学生要手写汉字的是吗？对，在第一个学期，但是我没有。那你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学我那个发音的课呀？因为我发音课有100多节课。对的，其实我还是在学，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有耐心，嗯，所以我只想学我觉得最不好的音，比如嗯，说学，比如嗯，说就是机器每天早上我会花30分钟看到你的这个课程，然后听你练习的录音。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手机，然后你有苹果耳机，比较烦，你要戴2个耳机。就我觉得这个是最好，你可以真正的比较快的呀，让你的发音有很大的进步。嗯，因为你可以用刻意练习的这个概念，你可以听你用这个，然后你可以听你自己用这个。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在听你的声音，然后你在听你的一个录音，会很不一样。
对所以如果你有降噪耳机，你耳朵不可以听你的声音，你对，就是可以听你的真正的声音。对，嗯所以我在做你的课程，我就是在做这个，然后很专心的听。我不想分析你在说的是什么词，或者是什么声调，我对，就是马上会模仿。嗯。然后这个很难，真的很难。但是慢慢的你会进步，我觉得这个进步的过程是比较让人上瘾。就是会比较有对，成就感，你自己也能听到你自己声音的对对对变化，对吧？在学中文以前，我们空军会有一个怎么学任何一个事情的一个课，啊，方然后在法论，这个课里，第一个事情你要做是一个考试，叫 High Level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它测试的一个方面是你能不能听得出来不同的声调。啊，在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要学中文，但是考这个考试的时候，我的这个会听得出来声调是最低，真的最低，啊啊啊真的。啊啊啊，It touched the side, like it didn't go up at all。这个我说的是这个方法，嗯，我从最低涨到最，我觉得如果我最高，现在啊啊，可以考这个考试，你可以真的训练你自己。我觉得你的脑子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难，嗯嗯我不想。嗯。但是如果你就是做，你真的会很惊讶，你的大脑会做什么。对，你刚才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成人的耳朵也是可以训练的。因为一般我们会说学过很多音乐的学生，他听声调会听得更清楚，因为当然他们的耳朵训练过，他们很敏感。但是其实我们所有人的耳朵也都是可以训练的。我的课程里有很多60多岁、70岁的学生，没问题，就是你任何时候其实都可以开始，只是你要相信自己对可以做到，你的大脑、你的耳朵、你的嘴都可以做对到。然后你真的要去做到每对天需要做的事情。对，其实对，你很难说这个很简单或者很难，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你每天做这件事情就是最难的。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直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都是最好的？从你是这最差的到最好的，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我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学霸，啊，我还是觉得每一个我说的词会让我的这个嘴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嗯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嗯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怕说谎，所嗯以很多人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考试成绩，然后说可能他很会做考试，但是他的真正的中文的能力比较差，可能嗯嗯因为他在课里从来不说话。到第三个学期，我已经有很多的习惯，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已经给可能我觉得2个班介绍我的学习方法，然后不是只是因为我的成绩是比较好，而是因为我从最差的学生，变成最好的学生，然嗯后就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你就是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你可能没有这么多可以告诉别人的事情，嗯。但是如果你从就是一个不好的学生变成一个好的学生，你要找到很多方法，然后你可以给别人这个你记得一共在那儿多长时间吗？差不多15个月。对，那你这个毕业的时候，你大概你这个中文水平可以做什么，你记得吗？因为我是比较特别，我说我花很多时间在周末的时候预习课文，这个是因为每天如果你要上6到7节课，很多，七节中文课，是，你真不想做作业，啊啊啊，所以我会做我所有的作业，然嗯，后所有的课文的预习，周啊，末的时候，然后在上课以后，我会听中文，那时候会听我想听的，可能听一个播客，或者是听一个有声书。我给我自己一个要求，要听到中文，但是
我不需要听新闻，很多人都觉得，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军队的学校，嗯所以你要学在上课学的内容。然后嗯我觉得你不需要对语言学习兴趣嗯最重要。这个我觉得是为什么我可以超过很多人，嗯因为在我的班里面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些学生，嗯他们有中文的经验，一个有可能学了8年中文，然后一个不是学了8年，但是去了台湾，在那生活差不多2个月吧，我啊不知道。嗯然后另外一个他在大学，可能不是专业，但是他学到中文，在这个时候有中国的朋友，嗯，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超过他们，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可以让我自己继续学中文，对。因为我就是很有兴趣。你那个时候都没有中文母语者跟你练习，你就是自己听、自己练。没错，我觉得这个也很少见，因为很多人会说你应该去找一个语伴儿、中文母语者的朋友跟你练，但是像你真的你自己只是自己听、自己练，这个能够练到这种流利度也很少见。其实我觉得我的流利度是比较不好。啊，我刚刚毕业，我的这个说话的速度，而且我的流利度会更好。然后，嗯尤其是我的这个词汇量嗯是了不起的，因为嗯嗯在这个时候 a n g i 的显卡每一天嗯，300个，每天然300个，后哇，对，然嗯后加了20个，但是复习了300个，做了这个期末考试以后，我的成绩是33。国防语言学院他们有一个就是初级的一个课，然后嗯一个中级课，然后高级课。上这个高级课以后，他们期待就是你的成绩是33。我做了初级课以后，已经达到这个水平，对，然后我是唯一一个在我的这个班里面嗯。拿到这个成绩，对。哦，哇，你现在退伍了，那你嗯，以后有什么打算？你想做什么跟中文有关的事情吗？其实现在在制造一个频道，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的这嗯个频道，我想用我学语言的知识，然后我的经历帮助别人嗯，学会一门语言。那如果你重新再学一遍中文，你觉得你会有什么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吗？当然，先买到你的课程，然后耶，你不需要把握每一个音开始学以嗯前，我觉得你要熟嗯悉一点每个音，然后我觉得一个没有说话的一个期间，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可能1个月，如果你在听很多的中文，而且做你的课程1个月以后，我觉得你的发音会比较好，然后你可以开始说话。还有吗？嗯在这个过程中，在可能第一个月，我会听很多的中文，我不在乎我懂不懂，因为我想让我的耳朵对这个音更熟悉一些。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还用 Anki，嗯但是我不会有词的汉字，我嗯就是会有它的这个声音，就是会播放它，然后从我的耳朵，我要听得出来这是什么词，然后嗯我就是会用最常用的词。过了1个月以后，我可以开始用汉字，因嗯为我觉得如果你在刚开始时候用你的这个欧字的发音读很多的词，如果你没有熟悉这个语言，你的脑子也可以达成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如果我可以重新开始，我会等1个月，然后在这个月，不管我懂不懂，我就是会听很多的中文，买到你的课，然后用我的这个方法来就是模仿你，然后在这个显卡不会用汉字，嗯就是会用发音，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发音是很重要的。然后啊，有的人不一定。这个是我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让他们自己觉得他们不是懒，因为他们不想学发音。我觉得我刚开始的
目标就是学会一门语言，其实是中文，包括声调，包括发音。如果我知道100万词，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声调，你真的学会这门语言吗？对我来说，你没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开始注重发音。然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是比较好，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我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看得出来，可能在毕业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告诉我这个，我会很后悔。很多人在我们的班里面有不好的发音，有不好的声调，但是他不会告诉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不在乎，他们就是在尽量通过每一个考试。但是他知道我最终的目标是很高很高。我觉得其实我很感谢他，他很早就是告诉我。练发音的话，这个反馈也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这2年我一直在做这些 boot camp，这些训练营，看这些课听是一方面，但是你有老师可以给你很快的这些反馈，可以让你练得更有效，这个也很重要。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史安达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特别是他这个非常独特的准备课文，然后预习、复习还有练习的方法。等你的频道开了，然后你有更多想法想要分享的时候，也欢迎随时再回来，我们可以继续聊怎么来学习语言。那我们这一期采访就先到这儿，大家拜拜。拜拜，拜拜。